1995年，福建武夷山4位舞蹈学院的女孩正在草地上轻盈起舞。很难想到，这张宁静的照片其实是为三得利乌龙茶拍摄的广告，而它的掌镜者是日本摄影师上田义彦。此时距离上田第一次来到中国刚好过去整整10年。1985年，那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38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上田依然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感受。那时的中国对他来说还充满了神秘感。当他第一次踩在北京的土地上时，街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招牌，映入眼帘的只有一条条写着白色标语的红色横幅。上田笑着说，冬天的北京城总是雾蒙蒙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或许是雾霾，但当时的景象却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拍摄任务是在上海，模特是一位来自京剧学校的男生和一位芭蕾舞学校的女生。上田想展现的是全素质学校里这些自己照顾自己的年轻人身上那种努力而独特的纯真气息。那时的日本正处于经济泡沫的前夜，霓虹闪烁，物质极度充裕。而眼前的中国完全不同，人们的生活还带着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朴。这种纯粹正是上田一直在寻找的风景。在接下来的拍摄里，他把对这种质感的偏爱悄悄揉进了每一张照片中。照片里的主角上田喜欢找那些没有经验的普通人，他觉得如果找职业模特来拍，他们总是会习惯性地摆出好看的姿势。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拍的是那些完全没有准备，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镜头的人。那种稍微有点不知所措、有点害羞的状态，对我来说才是最生动的。艺术院校的学生是上田的首选，为此，他从北到南走访了哈尔滨、北京和上海的舞蹈学校和戏曲学校，没有通过任何模特经纪公司，直接向学校提出申请。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悄悄观察学生的训练，从年纪最小的班级一直看到毕业班。如果看到心仪的孩子，就会让老师请他出来，在走廊里简单交流之后，他会用宝丽来拍下一张照片。在没有网络也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一个一个去寻找合适的人。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执着，让武夷山的那次拍摄成了无法复制的经典。那时的武夷山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和柏油路，漫山遍野只有湿润的雾气和无尽的绿意。请来拍摄的几位女孩都没什么经历，心思单纯，面对镜头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上田没有像拍传统商业广告那样要求他们对着镜头摆出完美的姿势，他甚至把三得利的产品远远地放在了一边，只是对他们说：别管我，也别管镜头，就在这片草地上跳舞、旋转、大笑吧。他把相机架在远处，在阴天里静静地等待，直到山风突然吹起他们蓝色连衣裙的裙摆。上田知道，就是那一刻了。从80年代来到中国之后的数十年里，上田义彦几乎每年都要往返几次，从漫天飞雪的北国到起伏的高原，都留下了他和他的照片。那年冬天，哈尔滨零下30多度，在江面上拍摄滑冰的年轻人时，上田使用的是木质大画幅相机。由于气温太低，只要拍摄超过10几分钟，胶片就会变得像冰块一样脆，稍微拉扯就会在相机里断裂。机械快门也被严寒直接冻死，无法按动。他和助手只能用自己的体温去捂着镜头和快门，在极短的间隙里抓紧抢拍。温暖的南方也有困难，那次在海南岛乘坐的小渔船碰上了大风浪，整个摄制组吐得人仰马翻，只有上田一个人死死抱住固定在甲板上的相机，一边对抗着风浪，一边大喊着指挥远处的女学生在海浪里奔跑。在中国的很多时候，上田和他的团队都爱坐着绿皮火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长途旅行中，我非常喜欢透过车窗去观察外面的风景。上田讲述着他的经历，那是一个午后，我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餐车里，看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
他们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厨师制服，坐在小椅子上。他们一边飞快地削着土豆皮，一边旁若无人地聊天，笑得非常开心。看着这对迷人的年轻男女，我当时甚至有些羡慕地想，他们是不是正在秘密相恋？就在那个瞬间，那些我想拍摄的画面，那些人与人之间的细腻互动，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2023年，上田把他20多年间在中国为三得利拍摄的那些温暖的照片，连同这一路的风景，凝聚成了一本充满诗意的影集《永远要憧憬》。当这本沉甸甸的影集正式发售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原本为了贩卖商品而存在的广告，竟然脱离了商业的附庸，变成了拥有独立灵魂的作品。而这些看似无形的力量，在商业上却取得了丰厚的回馈。三得利乌龙茶在1981年推出时，日本消费者并没有花钱买纯茶的习惯。随着上田那些朴素而温暖的照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乌龙茶的销量逐年递增。在90年代巅峰时期，中国系列的广告推出后，三得利常年稳坐日本乌龙茶饮销售冠军，也让这瓶水成为了陪伴一代人的国民级饮品。2004年，三得利推出新品绿茶伊右卫门，再次邀请了上田义彦。他放弃了传统绿茶的广告路线，用极具传统文化的元素传递出古朴的高级质感。这款产品上市仅3天，销量就突破了100万箱。第4天不得不因为缺货而被迫发售休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让爱马仕、资生堂、无印良品等大牌都争相买单的摄影师，在职业生涯的起点，面对的却几乎都是否定。上田初出茅庐是在1982年，在那时的日本，夸张的色彩和奢华更能得到市场的青睐。当他捧着自己标志性的带着大面积留白与幽暗的光影作品去寻找机会时，几乎遭到了整个行业的冷嘲热讽。那些前辈和制作人甚至直白地对他说：“太暗了，广告必须鲜明亮丽，这种照片卖不出商品。”上田并没有向成见妥协，而是将精力都投入到更纯粹的人物肖像。直到后来，他遇到了那位同样值得被记住姓名的日本平面设计师葛西勋。在葛西勋的邀请下，上田义彦开始尝试为三得利拍摄，两人也开启了长达30年的合作，广告摄影界的传奇就此诞生。对于广告摄影大师的标签，上田义彦并不认同，摄影就是摄影。我从来没有在拍摄时去区分这是商业或这是艺术，我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付出的情感和凝视的目光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最终都必须成为有生命力的作品。是的，望着这些照片，我想或许我们厌倦的从来不是广告，而是没有生命。